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不小心让衣服沾上墨水渍，这无疑是一件让人烦恼的事情。但别担心，下面就为您分享去除衣服上墨水渍的小窍门，让您的衣物焕然一新。大家好，我是小林，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一旦发现墨水渍，应立即处理。墨水刚沾上衣服，要赶紧用干净的纸巾或毛巾按压在污渍处，把表面的墨水吸掉。记住，千万不能来回擦，否则污渍会越抹越大。反复按压吸干多余墨水，能减少后续处理的难度。新鲜的墨水更容易去除，用棉球蘸取适量的酒精，轻轻擦拭污渍处，边擦边观察，墨水逐渐褪去后，再用清水洗净。需注意，有些校服材质可能不适合酒精，擦拭前先在不起眼的角落小范围试用，确认无不良反应再大面积操作。这个方法亲测有效。如果以上方法都不太理想，还有牙膏这一秘密武器。选择白色普通牙膏，挤在污渍处，用手指轻轻揉搓，牙膏中的微小颗粒能摩擦掉污渍，其清洁成分也有助于分解墨水。揉搓至污渍变浅，用清水冲洗，再正常洗涤，多搓几遍总能淡化污迹。这两个清洗墨水的方法都是非常好的。以后家里孩子衣服有墨水，可以试试这样清洗方法。夏天天气非常热的，那么我们如何选择合适舒适的衣服？当然选择纯棉的衣服，因为吸汗透气非常好。很多时候购买衣服，商家总说纯棉质量好，可回家洗了后发现衣服不舒服，不是100%的纯棉。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到优质的纯棉织物，体验到棉质织物的舒适感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纯棉织物。其实用棉料超过70%以上的基本算是纯棉了。市面上大多数纯棉的衣服实际上是混纺的，即里面70%、80%的面纱和20%、30%的化纤，如涤纶、锦纶等混纺，能够提高面料的使用寿命，更美观。所以在选购衣服时，我们想挑选纯棉衣物，实际上是挑含棉量超过20%的面料做成的衣服。那如何判断一件衣服是否是纯棉呢？贴挤，我们可以将衣服贴近我们手臂上或者是脸部的皮肤。因棉属于天然纤维，材质比较柔软，保温效果好。当贴近皮肤时，有柔软且温热的触感，往往代表着低物含棉量较高。相反的，如果皮肤反映出丝滑且清凉的触感时，往往代表着含棉量较低，或者就是化纤材质。抓，我们将衣服面料紧紧地抓在手中再放开。棉的特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易皱。当我们观察到衣服的面料在我们松开后出现明显的类似于酸菜形的皱褶，且不易消失，这就代表着含棉量较高。而化纤织物正好与之相反，因为是通过化工提炼再纺丝而成，所以化纤织物的抗皱性能相对较好。如果你松手后面料没有出现明显的皱褶，或者轻扯后褶皱消失，则代表着含棉量比较低。看，如果是较为单薄的衣服，我们可以将单层织物对准光源观察。棉属于天然纤维，纤维较短易断，所以在制造过程中比较紧实和毛糙，在光源下观察时透光性较差。相反的，化纤往往纤维长度较长，强度较大，且表面比较光滑通透，所以化纤织物在光源下透光性比较好。亲爱的朋友们，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谢谢大家了。
4. 吸水测试，准备1小盆清水，把面料浸入水中，10秒后观察变化。全棉面料一沾水就疯狂喝水，几乎瞬间就吸饱水分，布料变得沉甸甸的，拧干后抖一抖，很快就能恢复平整，完全不闹脾气。如果混了吸水性差的纤维，面料吸水速度明显变慢，甚至水面上还会浮起小水珠。浸湿后面料变得硬邦邦，拧干后皱成一团，怎么拉都拉不平。双手拉住面料两端，轻轻拉伸。松手后观察恢复情况，全棉面料拉伸时几乎没什么弹性，稍微用力就绷紧。松手后皱巴巴的痕迹很难复原。纯棉尤其是含氨纶的面料，拉伸时轻松回弹，像橡皮筋一样，完全不怕变形。5. 价格参考，1分钱1分棉，抛开品牌溢价。全棉产品因为100%的纯棉花用料，成本更高，价格通常偏贵。纯棉混纺了其他纤维，价格更亲民，性价比更高。不过要注意，价格只是参考，还得结合其他方法综合判断。现在知道纯棉和全棉的区别了吧？全棉含棉量是100%，而纯棉的含棉量则是75%，剩下的则是由其他化学纤维组成。只要记住这个，就不怕某些商家的文字陷阱了。全棉制品虽说用起来舒服，但是日常使用的时候也是要留意的。学会正确的方法，可以让衣物床品越用越新。新衣服要先洗再穿，温水加中性洗涤剂走一波，尤其是深色衣服，提前洗掉肤色，后续才不会染得到处都是。我之前买的深蓝色牛仔裤，预洗后就没再掉色，和白衣服混洗也不怕，衣服穿完别攒着，及时清洗更干净。冷水或温水轻揉轻搓，别学网上暴力机洗教程，领口袖口污渍多，涂些洗衣液多揉会儿。记住，深浅色分开洗，不然浅色衣服秒变扎染风。平铺晾干能保持衣服版型，挂着晾容易把领口撑变形。烘干机选低温档，烘到微潮就拿出来，挂着自然晾干，衣服柔软又蓬松。之前偷懒高温烘干毛衣，直接缩成儿童款，血泪教训。叠衣服时尽量减少褶皱，怕压出印子就挂进衣柜。梅雨季前把衣服拿出来晒晒太阳，杀菌防潮。衣柜里放盒防潮盒，再也不怕衣服发霉长黑斑。随着现代服装工艺的精进，市场上的衣服面料越来越多，简直把眼睛都看花了。尤其是关于棉的名称特别多，纯棉、全棉、针织棉、竹节棉、精梳棉、人造棉等等。所以我们在挑选纯棉衣服的时候要多加注意。清洗衣服墨汁的方法分享好了哦，可以试试这样方法清洗，清洗干净又方便。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